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捏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6季第19集。小新正在家里看电视，现在播报是新闻，他看得不禁有些犯困。这时，辛巴气冲冲地走过来，谁砸我的花瓶？接着是辛小妹，谁把我的试卷撕得粉碎？最后是辛巴，谁在我动手之前就把垃圾撒满了弗兰德的整个院子？小新有些无奈，这种毫无创意的破坏根本不是我的风格，但他们依然对他怒目而视。不是你还能是谁？似乎没人看见猫狗在家里作妖，还是狗子过来扒烂辛巴的衣服，他们才得知真相。今天狗子异常兴奋，小新辛小妹饶有兴趣陪他玩球，整整1天，两孩子都累瘫了，狗子却还乐此不疲。最后他俩都睡着了，他还自己推着球玩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凭一己之力将全家人的东西分了个底朝天，最后还拖着有线电视电缆冲了出去。有好几家街坊邻居都深受其害，一家人将狗子带进了宠物店，得知这只狗有些疯狂不听话，老板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，也没有开药，而通过人犬思维融合法忽悠他们在店里买下了许多东西，大家都很高兴，看来问题解决了。不料此时狗子跳车窗逃跑了，小新看到他往猎狗赛道方向跑去了，那是以前他们捡到他的地方。一家人来到这里寻找狗子的踪迹，辛巴到了博望买票赌狗，他很高兴告诉妻子，我买了8号，一定不会输，你看狗子的名字，它最快。我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什么，谁知比赛开始，居然真的这只狗一马当先，后面跟着万年老2和我是第3，看来名字已经决定了一切。此时他们家狗子也冲进了赛道，他一路披荆斩棘，很快就跑到了第2名的位置，紧接着他又朝着8号冲了过去，然后骑在那条狗的身上。兄妹俩看着眼前这一切，觉得很奇怪。辛小妹询问，咱们的狗子把那只狗怎么了？小新回答道，他应该是想越过它，但没有成功。加油宝贝，你能做到的。眼前景象加上小新的吼叫，吓辛巴连忙捂住了两孩子的眼睛。此时广播通知到比赛结束，辛巴看2只狗子，他们也许恋爱了。辛巴有些替自家狗子不值，他错过了沾花惹草机会。辛小妹希望能够留下狗子的女朋友，但她不是我们的狗，她现在是了。狗主人将狗链交给了辛巴，表示他们一旦坠入爱河就失去了斗志。于是2只狗子又正式注入了辛普森家。恋爱中的狗子总是异常甜蜜，他们一起穿过大街小巷，得到来自许多陌生的馈赠。回到家后，他们显得格外安静，就连小新让狗子陪自己玩都不理。此时小新突然发现从狗子女朋友肚子里爬出来一只小狗，辛巴十分激动，天哪，他生孩子了！全家人都围在2狗子身边。刚开始他们还以为就只有几只，纷纷抓起狗崽子去安家，谁知抱走了好几轮，这狗还在生，到最后连辛巴的头发里都窝藏了好几只，大家就干脆在这里等待生产结束。结果出来了，总共有25只。这群小狗出生让小新格外兴奋，现在看谁还敢欺负我！转身就冲出房间，对远处的混混说，嘿笨蛋，你有一张笨蛋臭脸。闻此混混马上放下眼镜仔，冲到了小新面前，等的就是现在。小新忙说，兄弟们上！谁知这群小狗连站都站不稳，更别说替他出头了，所以最终他还是没能逃过一顿打。看着这群小狗进食，辛巴觉得十分可爱。辛巴表示同意，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有幸组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庭。孩子们对他说法颇为不满，一群小狗和一家人的相处可能会比较和谐，但在猫咪的眼里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小狗不在电视上是可爱，换成猫咪就是死猫，给我滚开！小狗的出现并非全是好事。一天，小新刚好穿袜子，就被前的小狗们咬成了碎片，就连放在抽屉里的也被他们扯得稀烂。辛巴为女儿戴上了沙跳蚤项圈，辛巴也是这群小狗的受害者，刚拿出来的零食就被小狗给叼走了，好半天一口都没有吃到。不仅如此，整个房间恶臭极了。终于在吃饭的时候，辛巴遗憾地向孩子们表示，虽然我们深爱着这群狗狗，但他们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麻烦。小新深表同意，他被吃掉了袜子，不得不穿着妹妹的袜子去学校。那你为什么还穿着裙裤啊？我得让衣服配套啊！辛巴告诉孩子们，妈妈和我打算将小狗送走，兄妹俩坚决反对。于是辛巴临阵倒戈，主要是妈妈的想法。辛小妹生气地问，这是我们家做的事吗？一旦有人惹了麻烦，我们就抛弃他们。遥想现在待在养老院的老辛普森，这可不就是辛普森家的处世之道吗？不过辛妈还是被说动了，决定再给小狗一次机会，只要他们不再犯错，就可以留下。再说另一件事，辛妈晚上要举办一场非常重要的聚会，来者有牧师、辛巴以前部队的陆军中士，还有国家税务局的地区主管。聚会进行得很顺利，牧师表示一切都很完美，陆军中士也很满意，表示会忘记辛巴曾在部队犯下错误。地区主管表示会一直记得这个美好的夜晚。他们3人同时起立向辛普森家敬酒，谁知此时伙计竟然从桌子上走起路来。等他们列成2半，众人才发现里面有2只小狗。刚才赞不绝口的3人，现在纷纷感觉胃里一阵恶心，慌忙逃离了辛普森家。临走时还一人放了一句狠话，这群小狗终归还是要被送走了。前来领养的人倒是络绎不绝，弗兰德需要一直来管理羊群，校长觉得可以和他做个伴，老辛普森也想要一只新的宠物。没成
成想他们刚要走，箱子里面小狗就叫了起来，看样子他们不愿意被分开。可是又有谁愿意包容和关心25只小狗呢？这时秃头说话了，他觉得这群小狗会很喜欢在他的土地上蹦跶。小狗们似乎也有些亲近秃头，但辛小妹不愿意，她悄然提醒母亲不要将狗狗给她，她会对他们很刻薄的。辛巴也同意，毕竟秃头邪恶的表情不能令人信服。于是辛巴只得表示自己不能将小狗给他，还询问自己是否被解雇了。今天秃头格外的善解人意，当然没有，你的东西自然你可以随意处置。说完就带秘书走了。其实他们并没有走远，趁着辛普森家离开，他直接将狗狗们装进麻袋带走了。因为狗狗们失踪，辛普森家报了案，但警官也只是在家里找了找就完事儿了。兄妹俩一人拉出一只狗，想狗狗的父母去找他们的孩子，不料此时刚好到了开饭时间，两只狗又将兄妹俩拉了回去。警长很遗憾地告诉他们，自己应该是找不到小狗狗了，不过秃头买了25只，也许能卖给他们一只。兄妹俩对视了一眼，答案呼之欲出。他们悄悄来到秃头的别墅，还在楼下就已经听到了小狗的叫声。他们攀爬到窗户边，往里面一看，秃头正在给每只小狗洗澡呢。看他样子，完全不像是有什么恶意。此时，有一只小狗兴奋地站了起来。秃头见此，高兴坏了。他说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可爱的事情，还让秘书猜自己想起了谁。接连猜了几个，秃头都说不对。不过最终他还是猜到了罗里卡尔霍恩。秃头抱起这只特别的小狗，我选中你了，你就众狗之心。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，辛小妹表示，也许我们误会秃头了。说着，他们又移动到另一个房间外。秘书询问秃头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你的衣柜都塞满了。是的，但还不够满。说着，他就开始唱了起来。有人喜欢运动，有人嗜好美食，我唯一的追求就是着装体面。说着，他打开了衣帽间，展示了里面所有用动物皮毛制成的服装。他之所以想得到那些小狗，也是在为自己的新衣服做准备。辛小妹十分震惊，他们将狗狗们做成小礼服。此时，秃头让秘书准备行动了，当然他手里这只小狗除外。见二人离开，兄妹俩翻窗进了房子，门外就有秃头和秘书，这条路显然走不通。小辛想到窗户，抱起只打算往外扔，辛小妹及时将他拦住了，因为狗狗并不会四肢着地。此时门把手正在转动，看样子他们就要进来了，但唯一行得通的洗衣槽，狗狗们又不肯跳。而辛小妹想到扔进小辛袜子才解决了问题，顺着管道，他们很快就滑到了洗衣房。但没想到秃头和秘书更快，他们已经在这里等着兄妹俩了。他没工夫和小朋友们闲扯，现在他要将狗狗领回去了。辛小妹冲上来，这是我们的，是被你偷走的。秃头嚣张将电话递给他，那你打呀，看谁理你。不料辛小妹刚拨出911，就被秃头夺了回去。趁他得意洋洋之余，小辛冲出来夺走他手里的小狗，放在了狗群中。这样秃头就不知道哪只是选出来的了。没成想那只狗在秃头声音中竟然又重新站了起来。就在秃头打算抱起它时，小英将袜子移动到了狗狗们的上方，然后所有的狗狗都站了起来。这下秃头是怎么样都分不清了，于是掏出手枪，决定将他们都杀了。但他们太可爱了，秃头有些下不了手。随即他又将枪口对准了兄妹俩，杀不了小狗，可以杀了他们。不料他们会令他想到罗里卡尔霍恩，于是他最终打消要杀死谁的念头。辛小妹告诉他，追求时尚、杀害无辜动物的想法是愚蠢的。秃头一下子跪倒在地，我知道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穿任何用动物皮毛制成的衣服了。不过马上他又小声地说，但还是可以玩些有意思的小把戏。这个有意思的小把戏就是赛狗，他的25只小狗都获得了世界冠军，他们为自己赢得了超过1000万美金。主持人表示，那个送小狗的人现在一定后悔的捶胸顿足，实际上比这还要严重一些。此时辛巴站地下室上吊呢，其实并没有，他只是吊在房梁上拍灯泡，这是现在辛巴觉得唯一令他兴奋的游戏了。但他打得太猛了，最后直接一击爆头。本集动漫致敬了迪士尼电影《101种狗》，该片讲述了朋克和白佩蒂在众多热心动物的帮助下，从库伊拉的魔掌中救出了99只遭难的斑点狗的故事。在动漫中，视角由狗变成了小孩，由辛普森兄妹去拯救自己的小狗，在原有的趣味性上还增加令人反思的意味。秃头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惜行窃，有的动物天生就是为人类服务，而有的动物天生就是人类的朋友，或是大自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不要为了满足自己畸形的外观需求，给世间的其他生灵造成不可扭转的伤害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